朋友去西藏旅游，却意外的失踪，直到很久以后，我在一面鼓上发现了和他背部一样的纹身。我敲响人皮鼓，鼓声沉闷，朋友从屋外闯进来，快跑！我朋友江浩言恋爱了，他和女朋友方露相约去西藏旅游，邀请我一起去。我不想去当电灯泡，但是江浩言妈妈给我开工资了。乔大师，我了解自己的儿子，那个什么方露，他绝对不是我儿子的菜呀。他不会是中邪了吧？你能不能一起去保护他，包吃包住包玩，我再给你100万。我看着在一旁打电话，一边笑一边扭成麻花状的江浩言，眉宇清正，气场清明，半点没有中邪的痕迹。这就是少年人傻不拉几的恋爱呀！可惜方露遇见这么个豪门婆婆，注定有一条艰难的路要走了。我叹口气，伸手接过银行卡。嗨，什么钱不钱的，同学一场，保护江浩言是我应尽的义务。我叫乔墨雨，是南疆大学的大一新生，也是当代唯一的地师传人。地师，古代又指风水先生。俗语有云：一等地师观星斗，二等风师巡水口，三等先生满地走。现在行走世间的，大多都是普通的风水先生，能掌握观星望气之术的，古代都在钦天监任职，效命于帝王家。我乔家祖上便是钦天监监正，也是世传的封门门主。我跟着江浩言坐飞机到了西藏，方露已经在机场等我们。她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，肩上披着丝巾，打扮的那叫一个不伦不类。江浩言却露出一脸惊艳的表情，朝方露走过去，张开了双臂。方露，你今天好漂亮。方露笑着抱住他的胳膊，转头看见我时，脸色立马僵住了。乔墨雨，你怎么来了？说完拧了一把江浩言的手臂，假装开玩笑，你还嫌西藏的天不够亮吗？带那么大个灯泡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亮到方露面前。见卡如见妈。方露，江浩言苦笑，他开玩笑的，我妈非叫乔墨雨跟来，没办法。出了机场，方露带我们坐出租车去住宿的地方。林芝八廓街有许多陈旧的老旧房子，门框格外低矮。方露找的那个老房子就在一间寺庙旁边，门口挂着五彩斑斓的彩旗，迎风飞舞。方露给我们介绍，这种特有的矮门是为了防止弱狼才造的。藏语弱狼翻译成汉语就是行尸的意思。传说在西藏，邪恶或饥寒之人死去后心存汉意，故导致死后起尸去完成邪恶人生的余孽或寻求未得的食物。其实我们内地僵尸的传说就是起源于西藏呢。方露一边弯腰钻进矮门，一边给我们介绍。江浩言一脸崇拜地跟在他身后，方露，你懂得真多。矮门进去，里头却别有洞天。客厅里都是古色古香的木质结构，墙上挂着很多色彩艳丽的壁画，角落里还放着一面鼓。让我有些吃惊的是，旁边低矮的沙发上盘腿坐着一个喇嘛，他长得圆头大耳，穿着一身红色的喇嘛服，正闭着眼睛打坐。丹家上师，我朋友到了。方露很恭敬地行了个礼，丹家喇嘛缓缓地睁开眼睛，视线一动不动地盯在江浩言身上。很久以后，他才淡淡地嗯了一声，朝江浩言招了招手。方露带着江浩言过去，在丹家喇嘛旁边坐下，他伸手摸了摸江浩言的头骨，然后又捏他的手臂，视线中露出满意的神色。不错。丹家捏完一通，又闭上眼睛。我诧异地看着他们，方露跟我解释说，这是丹家表示对江浩言的欢迎礼节。后面的过程，丹家一直没有再说话，就入定一般的坐在沙发上。方露带我们上楼安置行李，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楼上总共就2个房间，他和江浩言一个，我一个。他去放行李箱，我把江浩言拉出来，说悄悄话：你妈叫我保护你，包括保护你的贞操吗？江浩言脸立刻红了。乔墨雨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们这才第一次出来玩，我怎么可能那个什么？我点点头，算是明白了。那行，要是晚上他霸王硬上弓，你就叫喊一声。我丢下行李箱，伸个懒腰走到阳台上。江浩言愤愤不平地跟过来。方露才不是这种人，他很单纯的好不好？阳台也是木质的，小小的一个，勉强的能站2个人。我站在阳台上向下俯瞰，下头正好是隔壁寺庙的内院。院子角落里种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柏树，树下有一口井。我有点意外，西藏海拔高，地下水的位置通常都很深，适合打水井的地方非常少。庙里有水井，看来这附近应该有很明显的地下河流了，倒是个取阴阳水的好地方。西藏的天黑得格外晚，现在已经快晚上9点了，太阳依旧没有下山。一轮红日摇摇欲坠，射出霞光万道。井口被树影笼罩着，我盯着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感觉井壁上有东西。我伸手揉了揉眼睛，感觉自己可能眼花了。江浩言，你看井壁上是不是有一只手啊？江浩言高中时候还去考过飞行员，视力出众。他挤到我旁边，低头朝下一看，震惊道：真的有只手。那只手牢牢地抓在井壁上，手背弓着，仿佛用了很大的力气。喂，有没有人啊？有人掉井里去了。我朝下方喊了几声，寺庙的西殿处刚好有钟声传来，盖过了我的喊声。院子里空无一人，估计所有的和尚都去店里做晚课了。别喊了，都听不见，咱们去把他拉上来。我和江浩言转身朝楼下跑，寺庙的大门就在隔壁，我们救人心切，跑的速度又快，
从2楼跑下来，我敢打赌不会超过1分钟的时间。可是等我们到了那口井的前面，我喘着粗气，探头一看，井底一潭悠悠的绿水，平静无波。井壁上长满了滑腻的青苔，青苔形状完好，没有任何被触碰过的痕迹。奇怪，人呢？难道我们眼花了？江浩言探头看了2遍，又绕着井壁走了一圈，一脸困惑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远处忽然有严厉的喝声传来，我扭头一看，一个高个子喇嘛神色焦急地朝我们跑过来。肥头大耳，就是刚刚在1楼客厅里看见的那个。丹家师傅，刚才井里好像有人掉下去了。丹家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，完全没有刚才见面时那副淡定自如的从容感。他探头朝井口看了一眼，略松口气。不可能，庙里其他人都在店里做晚课，不会有人出现在这边。寺庙7点之后就不对游客开放，还请2位离开这里。丹家一脸严肃地伸手请我们离开。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们肯定不能再赖在这里，只能乖乖地跟着丹家朝门外走。走到大门口的方向时，我转头又朝后看了一眼，井壁上赫然地钻出一只手，手背苍白，朝我们的方向无力地摆动了几下。我猛地停住了脚步，江浩言也发现了，他转头看了一眼，脸上的神情和我一样震惊。丹家师傅，井里真的有人，你看见了吗？江浩言拦住丹家，丹家却摇摇头，没有啊，树下光线斑驳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江浩言朝我使了个眼色，他趁机拖住丹家，我转身冲回井边，握住了那只苍白的手。我用力地往上一提，一个湿漉漉的女人半个身子被我提了上来，她头发很短，淋湿了垂在脸上，遮住半边脸，可那张脸却依旧触目惊心的熟悉。我颤抖着伸出手拨开她的头发，她缓缓地抬起头，冲我一笑，一对一瞳在日光下格外显眼。乔墨雨，下来陪我吧。我大惊，她是方倩，方露的妹妹。我转头想喊江浩言，却发现丹家喇嘛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。江浩言沉着脸站在我身后。江浩言，她是方倩。方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江浩言点点头，忽然勾了勾唇角，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。我知道啊，你下去问他，他什么都会告诉你的。说完用力地朝我一推，我只感觉一股大力袭来，身体踉跄2下，失去平衡，从井口栽了下去。方倩苍白的胳膊还牢牢地握着我的，指甲掐进我的皮肉里。哈哈哈，乔墨雨，下来陪我呀！伴随着一阵尖利诡异的笑声，我仰面跌进了水里。冰冷刺骨的湿滑感把我包围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猛地坐了起来。这一起身，才发现我躺在民宿的床上，被子又潮又重，压得我喘不上气。我坐起身，恍惚地转头看了眼窗外，太阳西斜，橘红色的晨光已经一层一层地蒙上浅灰色，眼看着就要日落了。这么一会儿功夫，我就睡着了，还做了个这么离奇的梦。我抹了把额头的冷汗，掀开被子下床，走到阳台上。从阳台上向下俯瞰，下头正好是隔壁寺庙的内院。院子角落里种着一棵郁郁葱葱的柏树，树下有一口井。太阳最后的余光反照在井壁上，一只苍白色的手猛地从井口伸出。乔墨雨，刚才叫了你半天也没反应，准备下楼吃饭了。江浩言打开房门直接走了进来，见我站在阳台上发呆，他走到我旁边，笑着捅了下我的胳膊。干嘛？在这儿偷看隔壁庙里的喇嘛？我靠，那是不是有只手？有人掉井里去了，快去救人啊！江浩言伸手揉了揉眼睛，神色猛地一变，转过身就朝楼下跑。我追在他身后，心里有种不真实的荒诞感。寺庙里响起钟声，我和江浩言跑到后院，井里空无一物。丹家喇嘛严厉地喝止我们，寺庙7点钟之后不对游客开放，还请2位离开这里。丹家的嘴巴一张一合，和刚才的梦境一模一样。我整个人都恍惚了，日光在我眼前成了一个一个圆晕，额头冷汗涔涔。江浩言，请你们2个立刻离开。丹家加重了语气，我走到他面前，直接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。啪的一声脆响，丹家目瞪口呆地捂住脸颊。江浩言大惊，乔墨雨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打丹家师傅？我低头看自己的手，奇怪，不痛啊，我还是在做梦。丹家气坏了，你打的是别人，你怎么会痛？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做梦，不是应该打自己吗？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可是我舍不得打自己呀。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打你也是一样的。说完，用力一拳倒在丹家肚子上。我力气用得太大，手直接陷进了丹家的肚子里，他的身体淡成了一团烟雾，又猛地散开消失。过一会儿，出现在我身前约5米的地方，咧着嘴怪笑。真没想到，不愧是帝师啊，居然这么早就发现了。我收回手，神情严肃地看着丹家。我也没想到，小小的灵芝居然藏着一只眼。眼是一种诞生于梦中的精魅，它能编织梦境，把人的魂魄困在梦里，到死都不能离开。人有时候会有鬼压床，睡眠中忽然意识清醒，却不能说话也不能动，这种时候就是遇上了眼兽。眼兽是眼的初级形态，大部分眼兽都没有攻击能力，最多把人困个几分钟，时间久了，眼兽也会自然消散于天地之间。可眼就不一样了，民间有9魔1眼的说法，9个魔头还不如1个眼。
眼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，一要有大面积的人员死亡，二是尸体保存完整，三是死者的生辰八字、四柱必须全阴。要炼制出眼，这附近不知得死多少人。结，被你猜到了，只可惜，就算你发现了，你也逃脱不了。在梦境里，我就是至高无上的神。单家双手向上举高，他的身体仍旧是一团浓雾，上半身隐在雾中，看起来有点像阿拉丁神灯。哦，不是，灯神。他说的没错，眼确实非常厉害，却也不是毫无弱点。我冷笑一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轻易的就发现你了吗？因为别人喊我吃饭，我绝不可能听不见。没有什么比吃饭更加重要。江浩言说喊了我半天我没反应，那就是最大的败笔。既然已经发现是在眼的梦里，那破局自然比浑然不知简单多了。我向左看了一眼那口水井，从一开始，眼的梦境就一直围绕着这口井。他越害怕让我去的地方，越容易找到出口。我向左一跃，从井口笔直地跳了下去。咚的一声，我的头撞上背板，疼痛感非常清晰。我捂着脑袋，茫然地坐起身，环顾四周，我依旧在那间民宿的客房里。太阳已经完全落下，天彻底的黑了。我伸手打开台灯，温暖的橘色亮光驱散了屋内的黑暗。我感到很不理解，眼就这？我起身下床，一推开房门，顿时头皮发麻。这间民宿不大，楼上一条走廊连着东西的2个房间，可此时这条走廊上左右两端却是密密麻麻的房间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房间上都没有房门，黑漆漆的一个洞口，伴着长廊顶上惨白的灯光，看得人本能的起鸡皮疙瘩。我有点疲倦，这梦境俄罗斯套娃似的，一层套一层，盗梦空间都不敢那么拍。我走到左手边第一个房间，一片漆黑中，一个小女孩孤独地坐在地上敲鼓，她看起来5、6岁大，2条羊角辫一晃一晃的。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，我天天的想阿姐，你见过我的阿姐吗？帮我找到她好不好？小女孩转过头，漆黑的眼珠占满整个眼眶，手上敲鼓的棒槌赫然是一截人骨头。她一边说话，一边举起手里的骨头，朝我用力地砸过来。我侧身一避，转头就跑。我往前跑了一段路，小女孩在身后穷追不舍。我拐进右手边一个房间，小女孩停住了脚步，面色犹豫地看着我。你过来。我摇摇头，冲她比了个手指。有种你过来啊！小女孩更犹豫了，咬着下嘴唇，神情有些惊恐。我不来，我怕这里面的老爷爷。说完，握紧了手里的骨头，贴着墙壁缓缓地蹲了下来。她刚蹲坐到地上，隔壁的房门口忽然伸出一条巨大的紫黑色舌头，舌头一卷，把小女孩拖进了房间里。小女孩发出一声尖叫，手中的骨头掉到地上。不一会儿，漆黑的房间里传来嘎吱嘎吱的咀嚼声，我顿时怂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有一种指甲刮擦玻璃的刺耳摩擦声传来，我背上汗毛倒竖，僵硬着身体，缓缓地转过头去。灯光亮起，屋子最里头的墙壁上赫然是一块黑板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站在黑板前，手里握着一支粉笔。墙上的东西我只看一眼就屏住了呼吸，那居然是一道微积分题目。把这道题目解开，我就放你离开这儿。老头挥了挥手，我眼前的房门顿时消失了，四面八方都是墙壁和黑板。难怪小女孩说这里很可怕，万万没想到放暑假了，我还要被高数支配。我无奈地走到黑板前面，握住粉笔，老僧入定一般，一看就是半天。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我花那么多时间降妖除魔，这个在学习上就自然薄弱了一点。这次期末考试微积分我只考了60分，刚好及格。大家都知道大学里的60分代表什么。看着我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老头轻哼一声。做题的时候多想想出题者的意图。我捏紧了手里的粉笔，他是想我死。老头立刻板起了脸，场面一触即发之际，我身后突然传来一道诧异的响声。乔墨雨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被那个妖怪给吃了？方倩怀里抱着一本书走了进来，满脸意外地看着我，我都懵了。真是你，你不是在四川吗？为什么跑这儿来了？方倩走到我面前，拿过粉笔，3下5除2地解开了那道微积分，然后出了一道更难的概率论题目。这次轮到老头站在黑板前沉思，方倩拉着我走到旁边说话，听他解释完前因后果，我大吃一惊。什么意思？方露体内的是另一个魂魄，从古墓里出来的？这不可能，魂魄承载了一个人的记忆，他如果是古墓里的生魂，那怎么会知道你们姐妹2个小时后的事情？方倩垂着头，神情失落。我也不知道，可她一定不是我姐姐。你们走后没多久，她就带我来了西藏，然后把我推下了那口水井，我就一直被困在这里。演编织出梦境，困住了无数人的魂魄，每一扇房门后头都有一个被他吞噬的生魂。然后他像养蛊似的，让这些魂魄互相攻击，那些死之前怨念强大或者本质邪恶的，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怪物。每隔一段时间会进化出一个厉害的怪物，叫奇，这对眼来说是个大补之物。眼把奇吃掉以后，法力就会变强。刚才吞吃那个小女孩的怪物已经快要进化成奇了。那小姑娘也是个可怜人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在西藏会有高僧用人皮骨做法器，这些骨用16岁以下女孩的人皮所制，为了保持纯洁性，
这些女孩不听污言，不讲秽语，不为尘世污染。她们在刚出生的时候，耳膜就被刺破，舌头被割掉，从小就是聋哑人，而且剥皮的过程是活剥的，哎，实在太残忍。方倩喋喋不休，讲了一大堆事情。我脑子里却想着刚刚她说的话，这个生魂来自四川古墓，而这座古墓是蚩尤部落的。他可能有什么特殊的秘法，抽取了方露魂魄中的记忆，他引方倩来西藏，只为了把她推下井。那叫江浩言来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糟了，江浩言肯定也是被那个魔女施了邪术，他要有危险了。我顿时着急起来，我咬破舌尖血，以指腹涂抹在眼皮上，低头念诵静心神咒。慢慢的，眼前的墙壁和黑板都消失了。江浩言的房间出现在我眼前，他不耐烦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时不时地低头看一眼手表。乔墨雨真的睡得跟猪一样，喊那么久都没喊起来。方露轻笑一声，走过去抱住他的腰，那就让他睡着，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。江浩言烦躁地推开他的胳膊，那不行，乔墨雨还没吃晚饭呢，他这人少一顿都不行的。今天实在太奇怪了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江浩言穿过走廊，有一个瞬间，他几乎从我面前走过去了。我急得大喊一声，江浩言，你从我口袋里把雷击木令牌掏出来。江浩言一愣，不可思议地看着面前的空气。他八字特殊，四柱君阳，童子身，而且命里杀印相生，一身正气，很难被邪魅鬼怪所影响。这也是我一开始没有考虑他中邪的原因。江浩言呆愣在原地，左右四顾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方露从他身后跟过来，也诧异地看着我的方向。哥，不愧是帝师呢。方露挥了挥手，空中顿时涌出一团浓雾，遮盖了我的视线。走吧，咱们去看看乔墨雨起床没有。该死的，果然是这个妖女。我气得跳脚，施咒冲开了浓雾。这次吸取教训，没有再轻易的出声，只是停在房间里，看着江浩言走到我床头。乔墨雨，吃饭了，晚饭有石锅鸡、烤猪蹄。江浩言在我耳边小声地喊了几声，我的身体毫无反应，我的魂魄已经开始流口水。从飞机上下来到现在快6个小时了，我一点东西都没吃，真的好饿啊。他坐飞机累坏了吧，可能有点高原反应，让他好好的睡一觉。方露讥讽地看了我一眼，江浩言点点头，伸手给我盖好被子。另一只手却伸到被子底下，在我裤子口袋上一阵摸索。我眼前一亮，好样的小江，干得漂亮啊！终于，江浩言摸到了我的雷击木令牌，正把它捏在手中。方露忽然握住了江浩言的胳膊。江浩言，你在干嘛？江浩言瞬间神色尴尬，涨红着脸把手抽了出来。那个，刚才我听见乔墨雨让我拿令牌。方露眯起眼睛。江浩言，你喜欢他？你说了只爱我一个，永远不对我撒谎的。江浩言立马举起手发誓。没有，我不喜欢他，方露，我只喜欢你，这辈子都是。这个对白怎么有点熟悉？我愣了几秒，恍然大悟，难怪我在江浩言身上找不到什么邪术的踪迹，原来他居然是中蛊了，中的还是情蛊。中了情蛊的人会死心塌地地爱上对方，对对方的要求言听计从。苗疆蛊术本身就是蚩尤部落传下来的，江浩言估计是在新疆的时候被那个怀孕的魔女下了蛊。方露和他都是蚩尤的手下，他们之间定然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秘的联系方式。那我们先吃饭吧，吃完陪我去庙里逛逛。方露拉着江浩言的手，江浩言乖乖地把令牌搁在了床头。方露略带恐惧地看了眼令牌，我不喜欢这个东西，江浩言，你把它丢到厕所里好不好？江浩言摇头，乔墨雨会生气，这是他的宝贝，就放这儿吧。方露深深地看了一眼江浩言，你不是说永远会听我的话吗？江浩言呆住了，过一会儿机械地点点头，对，我听话。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听你妈的话。五雷号令，令牌里刹那间射出一道雷光，劈到了我自己头上。我操，这令牌走火了！乔墨雨你怎么样？江浩言扑到床前，我捂着脑袋，眼皮沉重地睁开眼睛。我的魂魄被眼收进了梦境里，眼的能力太过强大，这一道雷光也只是短暂地劈开一个通道而已。而且这雷光打在我脑子上，1年半载内对我身体是有损害的。妈的，下次期末考试是别想及格了。我一把推开江浩言，抓过墙角的背包背在身上，跌跌撞撞的就朝楼下跑。眼的能力是有覆盖范围的，这只眼自那口井里诞生，暂时无法离开这里。我跑得离这远一点，他就不能拿我怎么样了。方露显然也立刻明白过来了，他气急败坏地追在后面。江浩言，抓住他！乔墨雨，你去哪儿？江浩言一脸着急地跟在我身后，我3步并作2步，从楼梯上窜下去，跑到屋外没多久，我就不行了。你们试过在西藏跑步吗？跑个几十步就有800米终点的感觉了，肺要喘破，脑子一阵接一阵的发黑。屋外的空气很凉爽，凉风习习，我努力地维持着头脑的清醒，慢动作地往外跑。江浩言比我更惨，他肺活量比我大，本身更容易有高原反应。跑不了几步，他就双手撑在膝盖上大喘气。乔墨雨，你等等我！江浩言踉踉跄跄，速度慢得像个老头。
我也踉踉跄跄，时不时的回头看一眼，方路没有追上来，好像拐到隔壁去搬救兵了。等那群喇嘛来，我和江浩言更走不了了。果然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远远的，寺庙门口的灯亮了起来，一群红衣喇嘛从大门口走出来。我更急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辆车路过我们旁边，刺目的大灯照得我快瞎了。我冲到马路中间，手上举起一沓红色的人民币。Taxi， 嘎吱，刺耳的刹车声响起，那辆车停了下来。我定睛一看，是一辆小三轮，后车厢上还站着一头羊。一个满脸风霜的大叔诧异地看着我们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我把一沓钱塞他怀里，拖着江浩言爬上后车厢。快开车，我妈要把我卖给一个老头子。大叔顿时义愤填膺，一踩油门。要死哦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有人包办婚姻？突突突突突突，三轮车行驶在空阔的高原上，马达震天响。我和江浩言抱着腿挤在一起，和那头山羊面面相觑。乔墨雨，我得回去，方路还在等我呢。我黑着脸瞪他一眼。回去干啥？急着投胎呀？一边说一边打开背包。蛊是一种特殊的巫术，蛊虫进入人体内，隐在心脏或者大脑处，外表上完全看不出任何邪祟的气息。想要解蛊，《本草纲目》上就有不少方子，不过草药难寻。我也认识一个苗疆的圣女，叫花雨灵，她能解大部分蛊术，可惜距离太远了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想了想，我只能掏出雷击木令牌。下个学期挂科，无道不孤。一道雷光窜过，江浩言哀嚎一声，抱住了脑袋。清醒没？还要回去找你的方路吗？沉默。江浩言捂着脑袋一动不动，难道雷光太大，不会给劈坏了吧？我急得去掰他的头，却被江浩言趁势握住了手。乔墨雨，我不喜欢方路，我喜欢年轻人，前面就到我们村子了。大叔停好车子，眼前是个古旧的村落，村子里的房子大都是石头垒成的。他把三轮车停在一间寺庙门口，从那沓100里面抽了一张，剩下的塞回给我，满脸难为情。抱歉，我们家屋子小，不方便留宿。这是个寺庙，许多人来这旅游，旁边有客房，外乡人都会住在这儿。大叔骑着三轮车突突突地走了，我和江浩言跨上台阶，走进那间寺庙。夜晚的山村格外安静，月亮离得特别近，树影斑驳，远处的人家里时不时地传出几声鸡鸣狗吠声。我低着头走路，脑子里都是方路的事情。他处心积虑地把江浩言带到西藏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他和新疆那个魔女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？从四川开始，总感觉后头的各种事情都和蚩尤脱不了干系。江浩言也难得的没说话，我们两人敲开大门，跟寺庙的人说明情况。有个喇嘛带着我们到旁边找住的房间，客房在2楼。我把背包放好，走到窗边，低头向下一看，见鬼了！寺庙门外，一辆小汽车停下，车门打开，方路和3个喇嘛下了车。也许是注意到了我的视线，方路抬头看来，我立马蹲下身，顺便扯了下江浩言，他不明所以地蹲在我旁边。我小声道：“方路追上来了，靠！”江浩言小声地骂了一句：“那我们怎么办？”我迅速地打量了一眼屋子，屋内一张木床，角落里一个柜子，地方不大。我打开房门，冲到走廊对面，对面房子窗户朝西，刚好是一片密林。我把窗户打开，脱下鞋子，在窗台上印了几个脚印，然后又随手找了件东西丢下去。哐啷一声脆响，在寂静的黑夜里格外明显。做好这一切，我跑回原来的屋子，拉着江浩言钻进了床底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楼梯上就响起了一连串急促的脚步声。他们跑了，快追！有2个人跑下楼追了出去。方路打开走廊上的灯，在对面房里转了一圈，又走到我们这个房间。没想到他连演的梦境都能破。一个老者的嗓音传来，方路轻哼一声：“那算什么眼？不过一个高级一些的眼兽罢了，离眼还远得很呢。我早说了，起码要10万人命才能养出眼，你们都往井里丢些什么来敷衍我？现在不比从前了，一条人命都是大事，何况阴人也难找。”老者小声地嘟哝几句，走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2个人断断续续的聊天，我越听越心惊。这个方路的魂魄是一个叫什么恒奴的手下，恒奴是蚩尤的大巫，来西藏寻找复活蚩尤的办法。曾经他几乎要成功了，没想到唐皇室和吐蕃和亲，文成公主来到了西藏。没人知道的是，文成公主也是帝师传人。她在西藏设下12座寺庙，表面是寺庙，实际是12不疑之钉，镇压魔女。西藏镇魔图的唐卡现在还在博物馆里展览。这么多年，蚩尤部落的后人为了解救恒奴，早就已经秘密地打入佛教内部。那些人鼓人皮的法器，实际都是邪气，全都是为了破坏阵法做准备。真是好大一盘棋呀！我义愤填膺地捏紧了拳头，忽然感觉小腿上有点痒，还传来一阵吱吱吱的叫声。一只老鼠在我腿上爬过，然后从江浩言的衣服下摆钻了进去，在他领口处冒出个头。江浩言倒吸一口冷气，我用眼神示意他冷静。下一秒，老鼠又钻回他衣服里，朝裤裆处爬去。江浩言再也忍不住，一声我操，手忙脚乱地从床底钻了出来。我气急败坏地跟着爬出来骂他：“没用的东西！”
方路略惊讶地看了眼江浩言，嗤笑一声：“蛊术这么快解了呀？”然后他给了旁边那个喇嘛一个眼神，忽然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串藏语，当着我们的面商量怎么对付我们，偏偏我们还听不懂，气不气人？江浩言冷笑一声：“没关系，乔墨鱼，我们可以用英语对话，羞辱他们。这两人一个蛊魂魄，一个老喇嘛，肯定不懂英语。叽里呱啦 ，I think 叽里咕噜 ，OK。”我沉默了。有没有可能你羞辱的是我？方路笑了起来。乔墨鱼，他说的是你们两个分头跑。我冷哼一声：“跑什么？对上你们两个，我堂堂的师还需要跑？”说完，一举手中的惊雷木。看招！方路本能的举手挡住脸，我已经朝他冲了过去。经过他旁边时，侧身一避，飞快地跑出门口。江浩言跟我配合默契，几乎前后脚地跟在我身后。我们两个飞快地窜下楼梯，方路气急败坏地在身后叫：“抓住他们！”寺庙的西面有扇侧门，刚才追我们的喇嘛就从这扇门跑了出去。院门大开，我和江浩言冲出门口，钻进了林子。一进树林，我们就放慢了脚步。林子里已经有一批之前追我们的喇嘛，我可得小心点儿，不能迎面撞上了。西藏的夜晚，月亮离地面仿佛特别近，我和江浩言手拉着手，小心翼翼地尽量往林子边缘靠。这片树林里绑着许多彩旗，有些高高的挂在树梢上，有些却随便地拖在地上，一不小心就绊一跤。江浩言被绊倒了，闷哼一声坐起来。我在他旁边蹲下来，刚才绊倒他的东西怎么那么眼熟？我把那半圆形的东西捡到手里，对着月光一看，才发现是个骷髅头骨，一对空洞的眼眶盯着我，里头还爬着蛆虫。我嫌弃地把骷髅丢开。谁在那儿？干部！不远处忽然有喊声传来，我和江浩言吓一跳，左右张望一阵，我伸手指了指树干，爬上去。江浩言点点头，双手撑着树干半蹲下来，示意我爬到他肩膀上。我不客气的一脚踩上去，他晃悠悠地站起身，我才感觉眼前这棵树不对劲。这树干粗大，大约2米高的地方有3条粗壮的分支，可就在树枝交叉的地方，好像用个带子绑着个什么东西。我爬上树干，江浩言也自己找了棵树躲好，盘腿坐在树枝上，银白色的月光把我对面的东西照得一清二楚。那是一口木箱子，半人高，时间太久，箱子表面已经有几个破洞，洞口伸出一只青白色的手，手比正常人的尺寸小了不少，指甲很长，手指微微地取着。我吓一跳，缩着肩膀打个招呼：“小兄弟，借你的地盘坐一会儿。”话还没说完，那只手忽然直直地伸过来，用力地捂住了我的嘴巴，一股恶臭味传来，我差点熏得昏过去。就在这时候，树下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。大巫说他们朝这个方向跑过来了，你们有见到吗？仔细地找找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惊扰亡灵。声音渐渐地远去，那只手捂得越来越紧，我屏住呼吸，伸手从包里掏出七星剑，就给他来了一下，唰的一下，手瞬间缩回了箱子。我松口气，拿七星剑朝箱子洞口里捅了2下，里头就没了声息。等喇嘛们离开以后，我从树上跳下来，走到旁边那棵大树下，压低了嗓音：“江浩言，快下来！”江浩言，没听到吗？你该不会睡着了吧？我抬头朝上一看，这树杈上也绑着一个东西，不过不是箱子，是一团破棉被，被子已经破了。一个小男孩正骑在江浩言身上，伸手掐着他脖子。江浩言被掐得直翻白眼，手无力地垂在身体两侧。我吓了一跳，忙把七星剑朝上丢出去，剑身劈过小男孩，他瞬间怪叫一声，躲回了那团破棉被。江浩言直直地摔了下来。可嗨嗨！江浩言撑着身体站起来，告诉我早点离开这片林子。这是林芝特有的风俗，叫树葬，人们把尸体装在木箱或者木桶里，绑在树干上。他妈的，我刚才差点被那个小鬼掐死。我抬头一看，果然每棵树干上都绑着一坨东西，有些粗大一点的树上，甚至密密麻麻地挂了好几个木箱子。按着当地的习俗，夭折的孩子灵魂纯净，跟大树绑在一起，来世就能和大树一样茁壮成长。只可惜这里树种不同，有些槐树极阴，葬在上头不能转身，反倒害了他们。我念头一转，掏出包里几枚铜钱，布置了一个阵法。此阵名为引魂阵，这里既然有这么多小鬼，就把他们引下来，给那些喇嘛解解闷。我和江浩言则绕到林子最外围，迎着头顶的一轮圆月离开了这里。走了整整一夜，直到天蒙蒙亮，我们终于走到了大马路上。招了一辆大卡车，车子带我们进了市区。我和江浩言找到一家饭店，2个人点了菜，就开始狼吞虎咽。乔墨雨，咋办？要不我们直接回去吧？我嘴里塞着鸡肉，瞪了江浩言一眼。不行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。江浩言眉头紧皱。可是他们人多势众，咱们就2个人，再对上又得像昨晚那样大逃亡。呵呵，他们算什么人多？你看着，我随便给你摇上几百个人。说完，我掏出了电话。喂，110吗？这里有一件重大的命案，连环杀人抛尸。对，我亲眼看见的，井底尸体都堆不下了，密密麻麻。江浩言，吃完饭，我们2个打了车，大摇大摆地回到八廓街的民宿。
方路正站在隔壁寺庙门口，低头和一个喇嘛小声地说着什么。那个喇嘛忽然闭上嘴巴，诧异地看着我们的方向。我摆了摆手，雷猴啊！方路眯起眼睛，乔墨雨，你还敢回来？倒还算有几分胆子。我往旁边一闪，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，杀人凶手就在庙里。看着后头驶过来的密密麻麻的警车，方路彻底的傻眼。他转身就往寺庙里跑，有一个穿着警服的帅高个儿朝我走过来。是你报的警？我点点头。寺庙那口井里有很多尸体，那些喇嘛都有嫌疑。我带着警察进了寺庙，方路鼻子都气歪了。玄门之间的斗争，乔墨雨，你不讲武德。我的力量早就已经超出这个俗世的规则，你带他们来也没什么用。旁边的几个警察闻言都小声地笑了起来。你们搁这儿拍电影呢？其中一个大高个儿拿着记录仪走过去，对着井口一顿拍。你说的投尸地点就在这儿吗？方路点点头，笑得很诡异。对呀，就在这儿，你要下去看看吗？他漆黑的眼睛仿佛成了一个漩涡，所有的警察都呆呆地看着他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接一个的倒了下去。不一会，几个警察又站了起来，晃了晃脑袋，满脸不高兴地看着我。下次再这样抓你拘留，盗假警是违法的。警察们转身要走，我正要追上去，下一秒膝盖一软，我跪倒在地上。眼睛闭上之前，我才想起来，糟糕，我忘记这里还有个眼了。在睁开眼睛时，我和江浩言都回到了那间民宿。他一脸迷茫地站在走廊里。乔墨雨，我刚才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我叹口气，之前的不是梦，现在才是。江浩言转头看着长到看不见尽头的走廊，惊恐地瞪大了眼睛。我冷静地安慰他，不要紧，往我脑子上劈道雷，就能短暂地出来了。出去以后看我干不死丫的。说完我念了个咒，然后低喝一声五雷号令。在睁开眼睛时，发现一个喇嘛扛着我，正好把我从井口丢了下去。雷光在井口闪过，扑通一声，冰冷刺骨的凉水灌入鼻腔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方路从井口探了个头出来，诧异道，这头眼兽真是越来越废了。我在水里扑腾，一股怒气直冲脑门，如果我不够当机立断，再晚醒1分钟，就要被这个妖女给淹死了。极端的愤怒之下，我也顾不得心疼了，一咬牙，重重地咬了一口舌尖，把舌尖血涂抹在令牌上。方路，你知道什么叫大威天龙吗？方路冷笑一声，哈哈，你现在都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新招式吗？尽管放马过来，一个小小的帝师，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，让你灰飞烟灭的手段。我闭上眼睛，开始念咒，天地敕命，总召雷神，上通无极，下摄幽冥，来谈听令，诛斩邪精，福命到处，火急奉行。一边念一边眼含泪光，一方面是疼的，一方面是心疼。我的天劫令啊，短短几个月我就用了2次，这该死的蚩尤。寺庙门口，刚刚离开的大高个警察又转身回来了。刚刚那个报警的女同志呢？你忘记在笔录上签字了。这是什么？我操！密密麻麻的雷光从天而降，笼罩了半个寺庙。警察同志，我在井底，快来救我呀！方路瘫软在地上，寺庙的喇嘛跑了一大半，被掩附体的丹家上师已经化成了一团浓雾，烟消云散。天劫之下，被眼兽困在梦境里的所有魂魄都跟着消散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反倒是一种解脱。我一边踩着水一边大喊，江浩言站起身，第一个扑到井边。外头有好奇的游客从门外走进来，大吃一惊。警察同志，这人犯了什么罪，要用得上雷击？这是最新型的攻击武器吗？警察无语，把看闲事的人赶跑，又打电话重新叫队里的人回来。一条绳子抛下来，我拽住绳子要爬上去的时候，才发现水面旁边有另外一条斜斜的向下的通道。我把情况告知警方，警察派了2个人跟我下去，从通道爬进去，我们都沉默了。里面是一大片空地，占地极广，几乎笼罩了整个寺庙。地上堆满了密密麻麻的尸骨，最上头还有一具新鲜的尸体，赫然就是方倩。这桩恶性案件震动了整个西藏，因为性质实在太过恶劣，而且死亡人数过多，没有公布具体数字。方路也被带了回来，被带到公安局时，他一脸迷茫。我好像睡了一个很沉很沉的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问了几句，才知道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方路。他的魂魄应该是被那个女巫压制在了体内，照道理来说，一具身体上只能容纳1个魂魄，难怪他知道方路的所有记忆，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秘法。那个古墓里出来的女巫已经彻底的湮灭在雷光中。为了保护方路，我只能说是自己不小心掉进了井底。寺庙里的喇嘛承认了自己杀人，方路也被释放了，他会留在西藏给妹妹处理后事。我和江浩言不敢在西藏多留，买好机票就准备离开。临走前一晚，那个大高个警察来民宿找我，他叫多吉，刚从警校毕业2年，正处在求知欲旺盛的时候，不像其他老警察那么死板。我把真相告诉他，他沉默了很久。这一支教派在佛祖里传承多年，势力很大，你们确实早点走为好。佛教原本是普度众生，以慈悲为怀，可是被蚩尤部落的人利用，
强行地加塞了一部分祭祀文化。他们以人皮人骨为法器，宣传各种离谱的学说，吸引了一大批死忠粉。直到农奴解放后，这种用尸体做法器的行为才少了很多，但依旧不乏有一些狂热的信徒自愿地贡献尸骨。我们聊了很久，第二天去机场，多吉亲自开车送我们。两旁景色很好，天高云阔，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开满不知名的野花。车子开了很久很久，直到前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湖泊。我握紧了口袋里的令牌，这不是去机场的路。多吉慢条斯理地停下车，打开车窗，点了一支烟。乔墨雨，你知道多吉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吗？是金刚。我疑惑，咋？你爸喜欢大猩猩？多吉轻笑一声，金刚降魔，我爸爸也是个喇嘛。西藏没有魔女，她是佛母，没有人能阻止她重新降临人世。他看着面前的湖，眼神逐渐的狂热。这是圣湖惹雍措，佛母将重新在这里降世，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。他是人，不是妖魔鬼怪，我的七星剑和雷击木起不了任何作用。只可惜他有一个反派的通病，话多。在他啰里吧嗦的时候，江浩言已经一个猛子扑上去，从后头勒住了他的脖子。多吉用力的挣扎，手脚扑腾，不小心重新发动了车子。车子直直地朝巨大的湖泊驶去，然后笔直地坠落。马路离湖面起码有10米高度，车子带着我们3个人坠入湖面，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活下来，只能看八字硬不硬。幸好我和江浩言都是命大的人，我俩费尽9牛2虎之力，挣扎着上了岸。我浑身湿漉漉地躺在草坪上，看着头顶湛蓝色的天空，感觉筋疲力尽。新疆沙漠深处的那幅图，我始终没有想起来到底是什么，总感觉蚩尤的大巫在进行一个重大的阴谋，我已经被卷入这个漩涡，像是宿命一般，无法逃脱。期末考试成绩公布，不出意外的，我和江浩言双双挂科了。我俩垂头丧气地站在老师办公室里，求他大发慈悲，给点补考的重点资料。李教授冷哼一声，乔墨雨这样我一点也不奇怪。江浩言，你不应该呀，你上学期可是拿奖学金的人。江浩言小声地嘟哝一声，李教授板起脸，你有什么借口？江浩言，教授，我不是故意挂科的，我脑子让雷给劈了。我忙接过话茬，教授，我更惨，我被劈了2下。李教授冷静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，出去。我不肯出去，在旁边软磨硬泡。李教授的电话响起，他接过电话，也许是年纪大了，他习惯性地开扬声器，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特别大。二叔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，家里就你最有本事，你得帮我们找个大师来啊。李教授脸蛋一红，手忙脚乱地关掉扬声器。胡闹什么？我一个大学教授，去哪里认识这种乱七八糟的大师？你别给我搞封建迷信这一套。电话那头哭了起来，伢子，这不是普通的被杀呀，啷个这样杀人的？给一个男娃娃穿红色的花裙子吊在屋梁上，大家都说他被恶鬼索命，连魂魄都不能安宁。我没本事，伢子死了，我不能让他的魂也受罪啊！呜呜，二叔，李教授尴尬地挂断电话，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和江浩言。行了，没你们的事，回去吧。我摇摇头，教授，这是包在我身上。